你被告知引体向上是锻炼强壮背部的唯一方法，但老派的壮汉早在几十年前就证明了这一点并非如此。他们仅用一张桌子、一条毛巾和一根绳子就锻炼出了真正的拉力，而且没有肩膀疼痛，也没有在单杠上费劲完成一次动作的挫败感。我会解析3个练习并指导你调整难度，无论你能否做引体向上。让我们从倒立划船开始，因为这是其他所有动作的基础。大多数男性认为引体向上是锻炼背部力量的金标准，但前提是你的肩膀在高举手臂时不会感到疼痛。当你悬挂在单杠上，把下巴拉过杠时，肩部在动作顶端向内旋转，这正是许多40多岁男性问题开始出现的地方。进行反向划船动作时，调整了角度，使你的肩膀始终保持在中立位置，你是水平拉动而非垂直拉动。这个小改变大大降低了肩部撞击风险，同时能有效锻炼你的背阔肌和上背部。研究人员仔细测量了反向划船时的肌肉激活情况，结果印证了前辈们早就知道的这一重要道理。反向划船能够激活稳定脊柱和整个肩部复合体的深层肌肉，同时强力刺激后竖三角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40岁以上的男性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伏案工作和握方向盘。这种锻炼针对后竖三角肌，能够使肩膀恢复正确对齐，而不会强迫肩膀进入头顶上方的位置，从而避免加重已有的损伤。这项练习是引体向上的替代方案，你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角度来及时调整运动的难度，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卡在无法完成的动作上。这样想吧，引体向上就像一扇锁着的门，你要么能打开，要么不能。反向划船就像一扇具有调节功能的门，因为你可以灵活调节阻力，逐渐增加负荷，直到能轻松水平拉起全身的重量。准备起来很简单，你首先需要一张结实的桌子，而不是那种会在你体重下裂开的玻璃茶几。请使用能够承受您全部重量且不会晃动的实木或金属桌子。躺在桌子下面，双手略比肩宽，伸手抓住边缘。你的身体应该从脚跟到头部保持一条直线，并且始终保持核心稳定。将胸部拉起，直到紧贴桌底，到达最高点时，用力夹紧肩胛骨，然后慢慢控制地将身体放下。如果你开始时双脚靠近桌子，身体大致呈45度角，那么即使你多年没做引体向上，这个动作也不会太难。随着你变得更强壮，把脚往外移得更远，直到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当你更强壮时，脚要外移，身体接近平行，能连续完成12到15个标准动作。你可以通过几种方法不断进步。把脚放在椅子上，让你的上背部承受更多体重。在动作的最高点，用力夹紧肩胛骨并停留2秒钟，或者将毛巾搭在桌边，抓住两端，做单臂划船便是，既锻炼背部又增强握力。重点放在缓慢的下降过程中，因为力量正是在这个阶段得到真正的提升。当次数变简单时，调整角度以增加难度，实现渐进式超负荷训练，无需哑铃。我会在最后的每周计划中告诉你具体的组数和休息时间。那我们来说第2个动作，毛巾划船吧。握力在这里成为了主要焦点，而不仅仅是附带效果。老派壮汉痴迷于握力，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你无法抓住某样东西，你也无法举起它。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点。他们没有通过做花哨的弯弯举来单独锻炼前臂，相反，他们通过使用毛巾、绳子和粗棒，增加了每种拉力练习握力的难度。现代研究完全证实了这一理念。一项关于不同年龄人群握力的详细大型综述发现，握力对总体死亡风险的预测能力优于医生常用的其他简单测试，显示其重要性。大型研究包括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确认了相同的模式。较强的握力与更长的寿命、更少的住院次数以及随年龄增长功能独立性更好相关。毛巾划船是这样做的：拿一条标准浴巾，沿长度方向折叠几次，直到宽度大约是1只手的宽度，将它挂在你用来做反向划船的同一桌子边缘或杆子上。双手各握住毛巾一端，掌心相对，双手间距比正常握杠铃时更近。现在将胸部拉向毛巾，就像做倒立划船时一样，但在整个动作过程中始终用力握紧毛巾。当研究人员比较标准引体向上和毛巾变式的肌肉活跃度时，毛巾变式在前臂和握力肌肉中表现出明显更高的活跃度。这意味着你的背部仍然得到锻炼，但你的手和前臂需要加倍努力来稳定毛巾。
因为毛巾不稳定，你的背部才必须动用更多的肌肉纤维来保持动作的稳定，这样每一次重复动作都能带来更多的整体肌肉工作量。在实际操作中，每一次重复都是一种形式上的背部锻炼，同时也是握力训练。这种锻炼效果直接转化到日常生活中，你用来抓紧毛巾的手指屈曲动作，正是提购物袋时用到的同一动作。提起一个沉重的手提箱，拿起一个装满东西的旅行包。这个练习中的大错误是把毛巾当成绑带，达到顶时放松握力，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你需要从一开始就紧紧握住毛巾，直到你的胸部接触到毛巾的顶端。因为如果你的前臂到第3次还没有灼烧感，说明你用力还不够猛。开始时，将毛巾搭在大约腰部高度的杆子或桌子边缘，并调整身体角度，使你能够完成8到10个标准动作。当动作变得太容易时，可以将双脚移得更远，从而使身体更水平，或者换用更厚的毛巾，或者将2条毛巾叠在一起，增加挑战。长期目标是完成完整的毛巾引体向上动作，即将毛巾挂在引体向上杆上，双手抓住两端，拉起至下巴超过双手。说实话，90%的效果来自于划船动作，你不需要完成完整的引体向上，也能锻炼出更强壮的背部和有力的握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项将老派壮汉和其他人区别开的练习，这就是绳索拉力。这项练习让我意识到，引体向上并不是锻炼强壮背部的唯一方式。引体向上测试短时爆发力，但绳索拉力练习则不同，它锻炼你背部的每一块肌肉，效果是其他任何拉力练习无法匹敌的。你的背阔肌、菱形肌、斜方肌、肱二头肌和前臂所有肌肉同时发力，同时你的核心收紧，双腿努力保持身体在地面上的稳定。这个动作直接来源于强人比赛，手握手拉绳比赛至今仍在进行。选手需要手握手地拉动一条沉重的绳子，同时双腿支撑，核心发力，以防身体滑移。老人家训练时沿用以前的方式，把一根粗绳固定在柱子或厚重的横梁上，然后只用手臂和背部把自己拉过来。有些人训练时一次只用一只手臂，以建立单侧拉力，这种力量可以应用到你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拉力任务中。他们不需要花哨的机器，他们只需要一根绳子、一个固定点和地面，在家设置它很容易。找到一个坚固的固定点，比如一件沉重的家具、地下室的支撑梁或结实工作台的支腿。用一根至少1英寸粗的绳子绑在固定点的一端，让你的手必须用力抓握。总结文本：坐在地板上，距离6到8英尺，拉绳子直到手到固定端，然后走回起始位置，重复动作。因为你是坐着且沿直线用力拉，肩部不会旋转，也不会产生夹击疼痛风险，所以你也不用像悬挂在单杠上一样承受整个身体重量对肩关节的拉扯。你保持稳定和扎实的姿态，掌控动作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没有绳子，可以用折叠的床单、一条重毛巾，甚至是旧健身包的带子。设备不重要，重要的是动作的方式。你也可以站立进行这个动作，固定绳索于腰部高度，拉绳索向你，同时保持双脚踏实，核心紧绷。这完美的与坐姿版本互补，将重点转移到了你的背阔肌和核心稳定性上。真正的价值是耐力，而不是那种做10次动作后就刷手机2分钟的耐力。连续拉30秒、40秒或50秒不间断，而且你的神经系统学会了比标准组训练更长时间的持续拉的努力。这种耐力会延续到你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上，你的划船、引体向上和硬拉都会变得更轻松，因为你已经训练了自己的身体，让它在不放弃的情况下持续发力。进行最多5组60秒的连续拉伸，这是一个5分钟的训练课程，比大多数人花1个月时间做半程重复动作更有效地提升功能性拉力力量。现在让我们把这3个练习结合起来，制定一个每周计划，而不让你的周末变成兼职工作。星期一就是倒划船日，做3组尽可能多的完美动作，并且注意从上到下大约3秒钟的缓慢下降阶段，组间休息60秒。周3是毛巾划船日，做3组，每组8到10次。你的唯一任务就是从第一下到最后一下，用尽全力紧握那条毛巾。组间休息60至90秒，帮助你的前臂恢复。星期五是绳索拉力训练日，做3组连续手抓手拉绳的动作，每组持续30到45秒，每组之间休息60秒。做的离锚点远一点，或在腿上加轻重量，能让感觉更轻松。如果你想快速收尾，可以一手抓着沉重的重物走30秒，换手后再走30秒。
手提箱式负重行走是一种训练动作，能增强抓握力、斜方肌和核心稳定性，是古老的力量训练之一。你的整个锻炼就完成了。3种练习，每周3次，每次训练大约持续15分钟。你不需要电子表格。这些大力士训练的核心理念在于他们注重简单和坚持，而不是复杂的技巧。他们能有效帮助忙碌男性，无需1小时健身房。需要注意的是，关节友好并不意味着一点疲劳都没有。如果你50岁或60多岁，听身体的声音，必要时多加休息。每周训练减少到2次，在毛巾划船和拉绳训练之间增加1个休息日，依然能增强你的背部和握力。说到底，引体向上是很好的锻炼，但它们并不是锻炼强壮背部的唯一方法。这3种强人风格的动作能提升背部、肱二头肌、握力和肩部力量，同时避免肩部不适。先做反向划船，准备好后再进行毛巾划船，最后以拉绳动作收尾。